年少不知养生贵，老来方悔求医贫。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要是省错了地方，后果可能很严重。国家癌症中心前段时间发布的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显示，2022年中国癌症新发病例约为482.47万例。也就是说，平均每天会有1万多人次被诊断为新发癌症，平均每分钟确诊的就有9人次。一些看似省钱的好习惯，恰恰正是癌细胞的催化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省小钱花大钱。省钱，发霉食物继续吃，省出肝癌。有些人图省钱，总喜欢挑着便宜买，那些打折处理的水果一买就是一大堆。但这样的水果品质往往不会太好，不新鲜还是小事，短时间内吃不完，腐烂变质更是常事。很多人以为把坏的地方去掉再吃就没问题，殊不知我们可以看到长霉的部分其实只是霉菌菌丝完全发展成型的部分，其他看起来正常的部分也可能已经有霉菌在潜伏，吃进去仍然有中毒风险。比如国际公认的一级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就最爱藏在发霉食物中。这是一种真菌毒素，是曲霉属真菌中的黄曲霉和寄生曲霉产生的次生毒性代谢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1毫克即可致癌。进入人体后，对肝脏的破坏性极大，摄入少量就可能出现腹胀、腹泻、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短期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导致急性肝炎、出血性坏死、肝细胞脂肪变性等。微量持续摄入容易造成慢性中毒，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此前，河南就有一对90后夫妻因为常吃自家水果店里的变质水果，双双患上了肝癌。特别是淀粉和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的，比如大米、玉米等谷物和花生、核桃等坚果，在温暖潮湿环境下，一旦发生霉变，很难逃过黄曲霉毒素的染指。像我们天天都要吃的大米，存放的时间越长，越可能长虫甚至滋生霉菌，产生毒素。最好是购买有明确保质期的袋装大米，且在3个月内吃完，最久不超过半年。总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家里霉变的食物赶紧扔了，别再吃。黄曲霉通常呈黄色或黄绿色丝状，有霉味、苦味，如果不小心吃到，一定要立马吐掉并漱口。省电，炒菜不开油烟机，省出肺癌。现在几乎家家都安装有油烟机，但有些人总担心它费电，做饭时能不开就不开。当油温高到一定程度，食用油中游离脂肪酸、卵磷脂等杂质就会生成各种挥发性物质，变成烟。油烟颗粒很小，无论是炒菜不开油烟机，或是炒完菜马上关掉油烟机，滞留在室内，空气中的 PM2.5 会持续上升，相当于在自己家里制造雾霾自己吸。而且油烟中还含有200多种有害物质，比如丙烯醛、多环芳烃等等，对呼吸道刺激性十分强。通过呼吸进入肺，时间久了，对肺部伤害很大，可能引发肺炎甚至肺癌。有研究发现，这种油烟可让女性非吸烟者的肺癌风险升高 3.79 倍。那不炒菜，只烧个水，煲个汤，油烟不大，是不是就没有开油烟机的必要了呢？其实，煤气也会产生有害物质，燃烧20分钟后，空气中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的含量大大升高。只要打开了煤气灶，就得开启油烟机。油烟机的正确用法应该是早开晚关，
开火前就要打开油烟机，炒完菜后继续开个3至5分钟，以确保有害气体被充分排出。省菜、隔夜菜天天都有，省出胃癌。国人很多都有吃隔夜菜的习惯，特别是从吃不饱、穿不暖年代走过来的老一辈们，吃不完的饭菜，第2天、第3天继续吃，不放到变质发馊绝不倒掉。但冰箱不是保险箱，菜放久了不仅味道变差，营养价值降低，还容易滋生细菌，受到2次污染。而且剩菜放置过程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增加。酶、微生物及空气、温度共同作用，把食物中原本天然存在的无害硝酸盐转化成了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可以让血液中的血红蛋白丧失输送氧气的能力，短期摄入过量，会出现发干、呼吸困难或头晕、胸闷、心悸等急性中毒症状。更可怕的是，它还能在我们体内进一步转变为具有致癌作用的亚硝胺，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胃癌的风险。剩饭剩菜安不安全，不在于是否隔夜，也不在于储存时间长短，而在于储存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质或者产生了有害物质。吃不完的饭菜应及时密封冷藏，并尽量在2天内吃完，但3种菜最好别剩。叶菜、菠菜、小白菜、生菜等叶菜放置后产生的亚硝酸盐明显要比别的食物多。海鲜水分含量高、蛋白质丰富的海鲜，腐坏的速度总体要比畜肉、禽肉来得快。凉菜大都没经过高温烹调杀菌，再次吃也极少彻底加热，安全风险比热菜更大。省事不体检，错过癌症最早发现期。小时候怕看成绩单，长大后怕看体检单，是当代成年人的普遍写照。提到体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害怕，因为害怕查出问题，所以信奉只要不体检，我就没有病。但逃避体检只是掩耳盗铃，讳疾忌医，如果真生了病，只会越拖越严重。比如脂肪肝，早期的脂肪肝通常是单纯性脂肪肝，患者一般没有明显症状，通过体检及早发现，及时治疗，脂肪肝是可以完全逆转的。要是一直拖着不管，脂肪肝发展成肝硬化，问题就大条了。肝癌筛查，甲胎蛋白加 B 超。正常人群每年进行1次健康体检，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过度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硬化，以及有肝癌家族史的肝癌高危人群，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男性，每半年1次定期检查。胃癌筛查，胃镜加活检。普通人可在40岁时做第1次胃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一般隔3年1次即可。年龄45岁以上，长期居住于胃癌高发区、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或者既往患有胃癌前疾病，一级亲属有胃癌病史，存在胃癌其他高危因素的人，属于胃癌高危人群，最好每年都做1次。肺癌筛查，低剂量螺旋 CT。 长期吸烟、被动吸烟，或者有职业接触暴露史、肺癌家族史、慢性肺病史的高风险人群，每年检查1次。一般人群通常建议至少50岁要开始筛查。